修罗殿，白袍女子正在盘坐在房间中，在她面前还有个不断冒着白雾的炉鼎，使得房间里面烟雾缭绕。这时房门推开，三长老缓步走了进去。三长老，是不是教训了天渊阁的那童长老一顿呀？白袍女子问道。大小姐，是教训了一顿，不过什么？白袍女子问道。不过那童长老死了，被那陈平给杀了。三长老说完，顿了下，继续说道：天渊阁阁主的虚影都被照来了，可那陈平把天渊阁阁主虚影击碎，杀了那童长老和天赐。哦，白袍女子有些意外，没想到这陈平如此厉害，竟然连天渊阁的阁主都不放在眼里。看来我还是低估他了，没有让我修罗殿的人去报仇，看来是对的。这一次我们就坐山观虎斗，看看那天渊阁到底怎么处理这件事吧。对，看看天渊阁有没有本事对付那陈平。三长老也点了点头。话音刚落，房门突然被一股强大的气劲轰然震开，木屑如纷飞的雪花般四散飞溅，一个身着黑甲的身影踏着满地狼藉大步而入，玄铁战靴重重砸在地面，发出沉闷的声响，竟在坚硬的地砖上留下了几道深深的脚印。此人正是修罗殿大公子桑启。此刻他俊朗的面容上布满寒霜，一双眼睛猩红如血，仿佛蕴含着无尽的怒火，腰间悬挂的修罗刀微微震颤，似乎也在感应着主人的愤怒。桑兰！桑启怒喝一声，声如惊雷，震得房间里的炉鼎都嗡嗡作响，白雾剧烈翻涌。我弟弟桑坤惨死，你却在这里坐视不理。他猛地抽出修罗刀，刀身划过空气，带起一道森然的寒芒，直指桑兰。白袍女子缓缓睁开双眼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冷意。她优雅地站起身来，周身气息陡然暴涨，白袍无风自动，一股无形的威压如潮水般向四周扩散开来。大哥，不是我不理，而是杀桑坤的那个陈平，实力深不可测，背后更有神秘势力撑腰。桑坤是主动挑衅在先，被人当枪使了。我若贸然报仇，只会让修罗殿陷入万劫不复之地。桑兰的声音清冷如冰，字字清晰，却又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。狗屁！桑启怒吼一声，额头上青筋暴起。我修罗殿何时变得如此胆小怕事？我不管他背后有什么势力，敢杀我修罗殿之人，我定要将他碎尸万段。说罢，他转身便要离开，准备召集修罗殿的高手去报仇。站住！桑兰身形一闪，瞬间出现在门口，拦住了桑启的去路。桑兰周身的气息愈发凌厉，空气中隐隐有雷电闪烁。父亲闭关，如今修罗殿由我掌管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轻举妄动。桑启怒极反笑，笑声中充满了嘲讽与不屑。就凭你一个女人也想执掌修罗殿？今天谁也别想拦我！他猛地挥刀斩向桑兰，刀势凶猛，带着破风之声，仿佛要将眼前的一切都劈成两半。桑兰眼神一凛，双手结印，一道黑色的护盾瞬间在身前凝聚，修罗刀重重劈在护盾上，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和巨大的轰鸣声。强大的气浪将房间内的桌椅、镜、树掀翻，炉鼎也被震得倒飞出去，白雾弥漫了整个房间。大哥，你若执意如此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桑兰娇喝一声，双手连连舞动，一道道黑色的符文从她指尖飞出，在空中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阵法。阵法光芒大盛，一股恐怖的吸力从阵法中传出，将桑启牢牢困住。桑启奋力挣扎，修罗刀疯狂挥舞，试图冲破阵法的束缚。桑兰，你敢！等父亲出关，我定要你好看！他的怒吼声中充满了不甘与愤怒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黑影突然从窗外掠入，落在两人中间。住手！黑影大喝一声，声音低沉而威严。桑启和桑兰定睛一看，原来是修罗殿的大长老。大长老目光如炬，扫视了两人一眼，
沉声道：“大敌当前，你们竟然还在这里内斗，传出去岂不让其他势力笑话？大长老在修罗殿的地位，丝毫不比殿主差。要知道，大长老可是修罗殿的元老。”桑启冷哼一声，停止了挣扎，但眼神中依然充满了怨恨。大长老，我弟弟死得不明不白，我不能就这样算了。大长老叹了口气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大公子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如今形势复杂，那陈平连天渊阁阁主虚影都能击碎，丝毫不惧天渊阁，所以他背后的势力远超我们的想象。贸然报仇，不仅报不了仇，还会让修罗殿陷入危机。不如先隐忍一时，等查明陈平背后的势力，再做打算。”桑兰也收起了阵法，缓缓说道：“大长老说的对，大哥，我们现在最要紧的是稳住局面，守护修罗殿，等父亲出关，一切自有定论。”桑启沉默了片刻，突然仰天大笑起来，笑声中充满了悲凉与无奈。好，你们都怕，我不怕。就算是死，我也要为弟弟报仇。他猛地一怔，冲破了残余的阵法力量，身形如离弦之箭般冲出了房间，只留下一道黑色的残影。桑兰望着桑启离去的背影，眼神中闪过一丝忧虑。他知道一场更大的危机即将降临修罗殿，而此时在天渊阁内，阁主虚影消散后留下的余波还未平息。阁主正坐在主位上，眼神冰冷地望着下方。陈平，修罗殿，这笔账我们慢慢算。二重天的琉璃城，连空气都裹挟着流光溢彩。莫青云牵着陈平的手，裙摆扫过青石板路，带起细碎的星芒。他指着街边悬空流转的灯盏，眼波比那光晕更亮。你看，这是二重天特有的速光灯，能映出100年前的街景呢。你第一次来二重天，我带你好好玩玩。陈平低头看他发间跃动的灯火，指尖不自觉摩挲着他掌心的温度。他确实从未踏足此界，过往岁月皆在杀伐与修行中度过，何曾见过这般瑰丽又温柔的景致。街角茶肆飘来桂花香，说书人正讲着天渊阁阁主100年前降魔的传说，声音抑扬顿挫，却远不及身边女子的笑靥动人。前面就是镜花湖了。莫青云拉着他拐过弯，湖面如巨大的琉璃镜，倒映着空中漂浮的楼阁。听说在湖边许愿特别灵验。他蹲下身，指尖轻点水面，涟漪荡开时，湖底竟浮现出细碎的金鳞，是巴掌大的锦鲤，鳞片会随光影变换出彩虹色。陈平陪着他喂鱼，看他像个孩子般笑得眉眼弯弯，心中那片常年冰封的角落也悄然融化。他从未想过，除了刀光剑影，世间还有这般能让时光慢下来的光景。直到一阵阴寒的煞气骤然撕裂空气，湖畔的流光都为之一暗。陈平！怒喝如惊雷炸响，桑启黑甲染血，修罗刀上的寒芒直刺陈平后心。他显然追踪了许久，周身气息狂暴的如同即将喷发的火山，猩红的眼眸死死锁定陈平，仿佛要将他生吞活剥，还我弟弟命来。你是什么人？陈平看着桑启问道。修罗殿，桑启，你杀死的桑坤就是我弟弟。桑启说完，手里的修罗刀顺势挥来。莫青云脸色骤变，下意识将陈平向后推去，自己却被刀锋扫过，衣袖瞬间裂开道口子。陈平眸光一冷，手臂横挡在莫青云身前，另一只手拿着斩龙剑，迎着修罗刀的锋芒便斩了过去。当金铁交鸣声震得湖面水波翻涌，锦鲤受惊般潜入湖底。桑启被震得连退3步，虎口崩裂出血，眼中却更添疯狂。有点本事，但今天你必须死。他刀势一变，化作漫天刀影，每一刀都带着修罗殿秘传的杀招，招招致命。陈平脚步微动，身形如鬼魅般在刀影中穿梭。他并未出全力，一是顾忌莫青云在场，
二是想看看这修罗殿大公子的斤两。但桑启的攻击愈发不要命，竟完全不顾及自身破绽，显然存了同归于尽的心思，不知死活。陈平冷哼一声，不再留手，斩龙剑金芒暴涨，化作一条金龙，迎着修罗刀直劈而下。扑哧一声，能量剑轻易斩断了修罗刀的刀芒，于是不减地斩在桑启肩头，黑甲碎裂，鲜血喷涌而出。桑启惨叫一声，单膝跪地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肩上的伤口。他苦修多年，自认为在同辈中已是顶尖，却被陈平如此轻易重创。大哥！远处传来桑兰的惊呼声，他带着大长老等人疾驰而至，却见桑启已是重伤之态。大长老瞳孔骤缩，周身气势瞬间爆发，一股无形的威压笼罩全场，琉璃城的空气都仿佛凝固了。他盯着陈平，声音冷得像冰：陈平，我敬你是条好汉，但若你今日伤了大公子，我修罗殿便是倾巢而出，也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莫青云心头一紧，下意识握住陈平的手。修罗殿大长老的实力深不可测，若真动起手来，他们未必能全身而退。然而陈平只是淡淡一笑，那笑容里带着一丝嘲讽，一丝不屑。他俯视着跪地的桑启，金芒长剑缓缓抬起，剑尖对准了他的咽喉。死无葬身之地。陈平的声音很轻，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。我陈平行走世间，何时怕过威胁？桑启眼中闪过恐惧，想要求饶，却被陈平眼中的杀意堵住了喉咙。你弟弟桑坤挑衅在先，死有余辜。陈平的剑尖微微颤动，你今日寻仇，亦是自取灭亡。不要！桑兰厉声尖叫，想要阻止，却被大长老一把拉住。大长老脸色铁青，他没想到陈平竟敢如此无视他的威胁。我这不是威胁，是警告。大长老冷冷地看着陈平，眼神中满是不屑。他不信陈平敢当着他们修罗殿这些人杀了桑启，就算陈平背后有滔天势力，现在他也不敢。可下一刻，金芒闪过，带着森然杀意的一剑斩落。噗！鲜血冲天而起，桑启的头颅滚落在地，眼中还残留着未散去的恐惧与不甘。尸体晃了晃，轰然倒地，全场死寂。莫青云握着陈平的手微微颤抖，不是害怕，而是震撼。他知道陈平强大，却不知他竟强到如此地步，敢在修罗殿大长老的威胁下，依旧果断斩杀仇敌。陈平收回斩龙剑，剑尖的金芒消散，仿佛刚才那血腥的一幕从未发生。他看都未看脸色惨白的桑兰和怒目圆睁的大长老，只是转过身，轻轻拍了拍莫青云的手背，声音恢复了平日的温和：走吧，这里的血腥味坏了游玩的兴致。他牵着他一步步从桑启的尸体旁走过，背影挺拔，没有丝毫犹豫。大长老看着那背影，拳头紧握，指甲几乎嵌进肉里。他活了数百岁，从未受过如此羞辱，但他能感觉到陈平身上那股深不可测的气息，让他不敢轻易动手。在经过桑兰身边的时候，陈平脚步未停，只是淡淡道：若想报仇，便尽管来，我知道你也在窥视我从遗迹中得到的那棺椁。话音落下，他与莫青云的身影已消失在琉璃城的光影深处，只留下身后修罗殿众人冰冷的怒火。桑兰一言不发，弟弟和大哥相继被陈平斩杀，但此刻的桑兰心中除了震撼，却并无恨意。毕竟他跟着桑坤和桑启并非一母同胞，也没有什么兄妹感情。陈平，我一定要杀了他，不管他背后有什么滔天势力，我都要他死。大长老的双眼变得猩红。桑启死了，大长老并不是很在意，他在意的是陈平一个散仙境3品的小修士，竟然无视自己，无视自己的警告。大长老，还是等父亲出关再说吧。桑兰劝说着。大小姐，这件事跟修罗殿无关。
是我自己跟那陈平的恩怨，若是有任何事情，我自己一力承担。大长老说完，身形瞬间就消失了。桑兰看着大长老消失的背影，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。琉璃城的暮色被一道凛冽的刀钢撕裂。陈平和莫青云刚行至九曲桥畔，前方的空气便骤然凝结成冰。大长老如一尊杀神般横立桥头，玄黑长袍在夜风里鼓荡，周身散逸的煞气化作石质般的暗纹，沿着桥面青砖疯狂蔓延，所过之处，连水面的涟漪都冻结成霜。陈平，留下命来！大长老的声音像是从九幽冰窖里捞出来的，每一个字都带着刺骨的寒意。他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柄漆黑短刃，刃身流转着妖异的血光，正是修罗殿镇殿之宝噬魂刃。这柄刀曾饮过千名修士的心头血，此刻感应到主人的杀意，竟发出低沉的呜咽，宛如恶鬼啼哭。莫青云心头一紧，下意识将陈平往身后拉了拉。他能感觉到大长老此刻的气息比刚才在湖畔时暴涨了数倍，那是燃烧了部分寿元才能催发的禁忌力量。陈平却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，眼神平静如渊，躲远点，看我如何拆了他这老骨头。话音未落，大长老已动如鬼魅，他脚下青砖寸寸碎裂，身形化作一道黑芒直扑陈平面门。噬魂刃划出半轮残月般的刀芒，刀锋未至，桥面两侧的灯笼便噗的一声爆成碎片，火星溅落在湖面，竟连水波都被震得倒卷而回。来得好！陈平不退反进，斩龙剑在掌心金光大盛。他并未像对付桑启时那样画出金龙，而是屈指一弹，剑身上骤然爆发出万千剑气，如银河倒悬般迎向噬魂刃。当，金铁交鸣声震耳欲聋，两股沛然巨力相撞的刹那，九曲桥的石桥栏轰然炸裂，无数碎石被能量波卷上半空，又在落下时被搅成齑粉。大长老闷哼一声，被震得连退三步，虎口渗出的鲜血滴落在噬魂刃上，竟让刀身的血光更盛。他眼中闪过一丝惊疑，散仙境三品，你竟能应接我三成力？要知道他已是散仙境七品，如今又燃烧寿元，强行提升实力，寻常散仙在他手下走不过三招。陈平却不答话，身形如柳絮般飘起，斩龙剑化作一道金色流光，从刁钻的角度刺向大长老腰腹。这一剑快如闪电，剑未至，凌厉的剑意已在大长老衣袍上割开数道口子。大长老瞳孔骤缩，噬魂刃回防，刀芒与剑气相撞，激起漫天能量乱流，湖水被气劲掀起数丈高的浪头，锦鲤在惊涛中疯狂跳跃，却被无形的能量震得翻起白肚。两人在桥上你来我往，招式愈发狠辣。大长老的刀法狂暴如修罗降世，每一刀都带着撕裂空间的威势，刀芒过处，空气发出滋滋的爆响。陈平的剑法却如行云流水，斩龙剑在他手中，时而化作金龙咆哮，时而化作细针穿杨，总能在坚不容发之际避开致命攻击，同时反击出凌厉的剑意。轰隆！大长老猛地跃起，噬魂刃向下猛劈，一道数十丈长的黑色刀钢直斩桥面。陈平眼神一凝，斩龙剑横于身前，金芒暴涨成光盾，刀钢劈在光盾上，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，桥面瞬间被劈成两半。陈平和大长老各自站在断裂的桥两端，衣袍都已被气劲割得破破烂烂。老东西，你只会玩这些蛮力吗？陈平抹了把嘴角的血丝，刚才那一击他虽挡住，却也受了些内伤。大长老的实力远超预期，谁也没想到这个家伙还没动手就开始燃烧寿元，估计是看到陈平轻声斩杀桑启，大长老也没有把握了，所以才燃烧寿元的。陈平知道自己若不拿出真本事，恐怕难以脱身。大长老怒喝一声，周身煞气陡然变得粘稠如墨，他双手握住噬魂刃，刀尖指向陈平。
刀刃上的血光竟凝聚成一个狰狞的修罗头颅虚影。修罗灭世！随着他一声咆哮，修罗虚影张开巨口，喷出一道漆黑的光柱，所过之处，空间竟泛起层层涟漪，仿佛要被这股力量彻底吞噬。有点意思。陈平眼中闪过一丝凝重，他知道这是大长老的杀招。斩龙剑在他手中急速旋转，剑柄处的宝石骤然亮起，剑身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璀璨金光，一条真正的金色巨龙虚影从剑中飞出，龙眸怒睁，张口迎向那道漆黑光柱。好！金龙咆哮，声震天地。嗷！修罗嘶吼，鬼气神经。金光与黑光在半空中剧烈碰撞，形成一个巨大的能量漩涡。漩涡周围的空气被搅碎成虚无，湖水被吸离河床，露出漆黑的淤泥。琉璃城的护城大阵在这股力量下剧烈震颤，天空中甚至出现了丝丝缕缕的空间裂缝。陈平跟着大长老大战着，而那桑兰则是快速地返回了修罗殿。他要让父亲出关，制止大长老的行为才行。现在不管是大长老能不能杀了陈平，对于修罗殿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大长老若是被陈平杀了，修罗殿就失去了一员猛将。可若是大长老把陈平杀了，那他们修罗殿可就得罪了一个未知的恐怖敌人。不管结果如何，修罗殿都是没有丝毫的好处。父亲，父亲！桑兰跪在一处密室前，大声呼喊着。很快，密室缓缓开启，一名老者走了出来。老者一身华袍，须发洁白，看起来十分的慈祥。然而，为何紧急把为父从闭关之中喊出？修罗殿殿主问道。父亲，修罗殿有麻烦了。桑兰把事情原原本本的跟着自己父亲说了一遍。不过，听到桑坤和桑启都死的时候，老者的表情竟然没有丝毫变化。一个散仙境3品的小子，怎么会有如此实力？而且还把天元阁阁主的虚影击溃，胆子也太大了。修罗殿殿主双眼微凝道：父亲，所以我怀疑这陈平背后有很恐怖的势力。桑兰说道：还能有多恐怖？最多3重天的势力而已。修罗殿殿主淡淡一笑道：为父若是想去3重天，而已随时可以去的。父亲，那为什么你一直都不去3重天呢？桑兰疑惑地问道。宁为鸡头，不为凤尾，你不懂这些。在2重天，我们修罗殿是数一数二的势力，可若是到了3重天，我们就排不上号了。修罗殿殿主说道。原来如此。桑兰点了点头。跟我仔细说说那陈平吧。修罗殿殿主说道。父亲，此人虽然是散仙境3品，但是实力怕是不输散仙境6品，甚至散仙境7品都没有问题。而且这家伙身上有很多宝物，尤其是手里那把剑，绝对是至宝。他还会阵法之术，阵法之术还相当不错，并且在那遗迹之中，只有他得到了好东西，2口棺椁，还有2尊武士，并且在那遗迹之中，那2尊武士雕像只攻击别人，却不攻击他。所以我怀疑这个家伙血脉特殊，而且背后肯定有强大的势力，要不然他一个人可不敢对我们不敬的。桑兰仔细分析着，反正就觉得陈平不简单。3重天，修罗殿殿主眉头微皱。可是他一个散仙境3品修士，也到不了3重天呀。我也不清楚，不过他手里的那把宝剑，绝对不是我们这3重天之下能够拥有的。那宝剑之中像是注入了特殊血脉，而且灵气十足，明显就拥有独立意识的剑灵。有可能他来自更高境界的地方，因为什么特殊的原因流落到我们这3重天之下。在桑兰脑海里，陈平就不是一般人，肯定是有身份有背景的。至于为什么只显示散仙境3品的境界，也许有其他的原因。或许你分析的对，带我去看看吧。修罗殿殿主点了点头。很快，这父女2个身形渐渐消失，